Tony 幫你做功課，築間怎麼了？上櫃後狂開品牌，反而讓自己爆掉哦。台灣現在是史上最有錢的時候，你知道嗎？股票3萬點還撐那麼久，也在最瘋狂消費的時候，築間居然能夠虧掉3億。那他到底做錯什麼？看完這集你就知道答案。嗨，我是電商 Tony 陳，歡迎收看 Tony 幫你做功課系列。這個系列不講大道理，只帶你看精彩的商業案例與八卦。那你也可以思考看看能不能運用在自己的公司、自己的生意上。如果能夠確實增強你的生意，你也不用謝我哦，永遠記得善待你的員工跟客戶就好。那我們開始吧。我們上一集講了Apple 出了超便宜的筆電 MacBook Neo， 那這次我們來講築間虧爆了哦。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築間去年慘虧3億，公司要靠這2招拼2026營運回溫。築間你知不知道哦？還是你之前就有吃過了？他現在真是蠻慘的嘞啊！就在脆上面被各種調侃呢。你看第一張就說什麼築間各種變爛，衛生變差，服務變差，價錢還變貴，整個就是變得又貴又爛這樣。然後這一篇哦，媽30萬人看過，哇嘞哦，那表示有共鳴的人真的很多。然後你看第二張，這張更猛，他就貼一個築間酸菜魚，完全沒有客人的照片，然後文案只打說。星期五晚上築間酸菜魚，星期五晚上呢 Friday night 耶，就最熱鬧的時候它可以沒人哦，空無一人。然后這篇貼文多少人看過？49萬，哇嘞，這是發生什麼事情？然後再加上今天的新聞標題，去年慘虧3億啊，這個在台灣人最有錢的時刻，他居然還可以虧3億哦，這已經不能夠說是疫情的鍋了吧？現在大家都出門啊，都不戴口罩啦，演唱會也可以不戴啦，然後火鍋店也是大排長龍，然後它的股票表現怎麼樣？如果你有買築間的股票，因為它有上櫃嘛，如果你有買的話，我建議你直接跳過這個章節哦，不然你有高血壓的藥的話，你現在就可以吃了哦。好來哦，3、2、1，當當哦，紅色那條就是築間的股價，它是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4月30號正式掛牌上櫃。然後就一路崩到現在哦，代表說的確築間有一些地方出了問題哦，但不只是消費者，連投資人都看不下去。那我們先看一下董事長的說法，你看劃線的地方哦，今年4月成功上櫃掛牌，積極跨足燒肉、鐵板燒、酸菜魚等餐飲品牌快速展店，但營運表現未如預期。他意思就是說手上有錢了，然後就開始跨足不同的賽道，都在餐飲啊，但是不同的牌子不同的主題這樣，然後積極擴店，就像我們前面講說沒有人去的築間酸菜魚，你看這個劃線的地方，這個酸菜魚你有吃過嗎？我是還沒有哦。它高峰時曾經開到第18家呢，那目前已經收斂到8家，最終將僅保留2家表現相對穩定的門市。反正就是說，他1年給他開到18家，然後現在剩8家，未來只會剩2家這樣。這就很典型的快速擴張啊，然後這個又是自研品牌啊，代表說它的各項流程都是自己弄的，魚應該不是自己養的啊，但是它這個廚房、出餐、訓練服務都是自己做，這個你不要笑它哦。現在還有台灣企業願意自己跳下來做流程的開發呢，這個我們都要鼓勵的，至少人家有這個勇氣來做哦，這很花錢，你知道嗎？他花的錢你看不出來，就是人的薪水，還有叫幾個都主管級的去跑那個流程。這個都要算錢的呢，他的時間很貴呢。哦，那失敗就失敗，他也不是說我失敗我就跑路這樣。然後築間的董事長說，他今年後2大策略，第一就是不再自創品牌，嚇到了，然後會跟最好的廚師合作發展新品牌。這個我看起來像是打算直接跟網紅廚師一起開店了，例如詹姆士、Fred 之類的。他都沒有提到阿基斯，阿基斯自從那個秀一下滑進去的事件以後。好像現在就還是有鐵粉啊，那個我家裡的長輩還是很喜歡他這樣。第二個就是引進海外經營多年，已經在市場驗證成熟的品牌代理，餐飲也可以代理代理。所以我會看現在酸菜魚這個專案蠻慘的，酸菜魚蠻多了吧？我們高雄這邊還有開什麼刁民酸菜魚可是這個酸菜魚在築間這邊表現好，就是蠻慘到他覺得說哇，算修改那我們做代理就好，但還是值得鼓勵嘛，他至少試過了嘛。至少築間還願意找台灣的廚師合作發展新品牌，而不是說直接就是就放推了我們就做代理就好。再來你要知道築間可能做錯什麼我個人認為築間這是最大的問題，不是某一間店的失敗，而是他把擴張這件事情想得太簡單了。你看他上櫃以後做了什麼？
到處狂開新品牌，這叫多開戰線哦，多開戰線，還跑去香港開店，快閃店哦。這個香港開店這件事情要特別說明一下，這就是為了跟市場印證說，你看林北有全球市場經營的能力哦，那香港是我們第一站，所以逐漸跑去香港開店，這很合理哦。而且要是那個香港開店活下，其實他也不用沉，你知道，他只要有這個動作，然後有人流，確實有人流，生意也不用好哦，活得下去，損平都好。那就證明了什麼事情哦？就證明了這個模式可以出海哦。那他的公司的估值就會大幅上升，所以他去香港開店這很合理。不過你哪裡不去？你去香港開店，你要直接跟國際一流大牌子正面對幹了呢。那這些動作如果你拆開來看，你每一個你會覺得超合理的哦。那老闆的角度會覺得說，你看我火鍋做起來，那我現在手上上櫃有資金、有會員、有展店的經驗。我複製到別的品項不就好了哦？但結果你也看到了，不同的賽道，酸菜魚跟火鍋啊，就是可以天差地別。會開火鍋店不代表能夠把同時好幾套產品都顧好。那逐漸的策略到底錯在什麼地方？我個人認為是兩個地方。來，第一個，它 IPO 以後成長的壓力過大，就是今天當你上市過以後，資本市場必定對你有所期待，就他會希望你更賺錢，一直 push 你，一直 push 你，真的是這樣。至少你要看起來未來能更賺錢嘛。這也是逐漸不斷推出新品牌的原因。除了我們前面講的酸菜魚，還有很多其他的品牌哦。酸菜魚、韓國豆腐鍋、燒肉本命、燒肉 Smile 哦。請問你吃過幾間？還是你都沒有聽過？然後我們剛才有說，逐漸跑去香港開了分店，結果怎樣？你看這張圖，逐漸撐不住，宣布撤出香港市場，3品牌月底全部關門，3間分店在去年年底都收掉。這就是資本市場啊，現實又殘酷哦。你不成長，股票就跌啊！你去拼嘛，跌更凶，沒成就跌更凶。上市櫃就是這樣，多少中小企業主的夢想就是要上市櫃。可是你知道，你為什麼能有上市櫃那天？因為你可以是做長期投資，累積出你的護城河。那個長期可能2年3年看不到成果，可是你做了，做了護城河有出來，你就有上櫃的本事，上市櫃的本事。等到你真的上市櫃以後，我跟你講，你的噩夢就來了。投資人會一直 push 你，一直 push 你，一直 push 你，然後怎麼樣？你接下來你只能炒短線，你知道嗎？我有幸跟過幾個那個反正都這樣了。他原本能夠上市櫃的實力怎麼來的？長期主義經營來的。那一旦上市櫃以後，哇嘞，你只能炒短線，你知道？你稍微要做長遠的布局，有一些資本支出，股東幹幹叫，就這樣子逼你炒短線，毛起來炒短線，我也不知道。第二個問題。多品牌策略的隱藏成本，就表面上多品牌看起來很爽因為可以覆蓋到更多的客群。就是說，台灣的股東投資人一定會說，台灣火鍋還不夠多嗎？你這個逐漸你是火鍋出名，那我做燒肉燒肉可以吃火鍋跟吃燒肉好像不是同一個族群，可是燒肉店也很，那我酸菜魚，酸菜魚還行這個沒，反正就是這樣，不同的品類去覆蓋不同的用餐客戶，想說可以分散風險。也能對市場有更大的議價權，但是根據美國餐飲顧問公司 Aaron Allen Associates 的研究，他們調查了美國前100大餐飲集團，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他發現3個品牌以下的集團 CAGR 營收成長率的中位數會比4個品牌以上高出 55%。這什麼意思？這就是說，當一個旗下品牌越來越多，這個創收能力其實是下降的。那都是隱性的成本，原因是每多一個品牌，你就多一套的管理成本，你要多一組人力，你要多一條供應鏈需要去磨合，然後品牌之間還會互搶客人這互搶客人我說明一下，就是集團的會員資料跟行銷資源是共用的，也就是說你今天 A 品牌可以撈到的會員名單也包含 B 品牌的會員大家同個集團然後你在群發優惠券的時候，就是會吃到 B 品牌的會員好，那今天這個 B 品牌的會員本來這個禮拜要去 B 品牌吃飯。結果他就收到 A 品牌的優惠券，新的我沒吃過，我幫你去吃吃看好了，就變相的侵蝕了 B 品牌的營收。這樣簡單的說就是會搞得自己左手打右手，然後你品牌那麼多，你左腳跟右腳也要參一卡，你自己就要互打了，你知道，把自己揍得不成人形。最後你要知道逐漸的問題就2個字講那麼多，逐漸到底怎麼了？我想很久其實現在看起來就是2個字就太極，但是光知道問題還不夠，重點是我們能夠從裡面學到什麼東西。逐漸的故事對做生意的人、做品牌的人，甚至想創業的上班族我整理出3個最核心的警惕。警惕1：品牌數量不等於品牌這個就是逐漸目前看起來犯的比較大的錯誤，它就同時推出太多子品牌了。那最後因為後端扛不住然後這幾個品牌都沒有做好。
啊，所以你也在想說，我是不是應該多開一個牌子副牌，多開一個產品線？那你就要先問自己，這條線服務的是完全不同的客群，還是在搶我本來客人的錢包？如果是後者，那有必要這樣子去擴張嗎？而且不要忘了子品牌之間是會互相稀釋，因為消費者的注意力就很有限。你與其開5個60分的品牌，你不如把一個品牌它幹到90分哦。來警惕2，別被資本市場牽着鼻子走。逐漸在登陸新規後加速擴張，這不是巧合的哦，因為那個資本市場就需要你成長的故事。你不開新品牌，你不展新店，分析師就在這邊靠北哦，就按你成長動能來自哪啊？你看你的股價表現怎麼樣哦？股價就不是全部嘛，它的本業是餐飲啊，它是要服務來用餐的客人，它不是要服務那些股東啊。現在上了資本市場就被股東那邊推着跑。餐飲業的本質是怎麼樣？餐飲業的本質是穩定比成長重要，你知道嗎？一間店的翻桌回頭率等等的數字，這些東西看起來很 boring 啊，看起來遠遠沒有成長故事的有趣啦。但是這些才是讓一間餐飲集團活下來的關鍵，就是真的把一桌一桌的服務這樣子執行完畢，做完做好這樣。逐漸的狀況同樣也發生在美國，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2013到2015年間10間 IPO 的連鎖餐飲公司，其中有3間的股價都低於一開始的起始價。甚至最慘的有腰斬，好，為什麼？因為上市之後，這些公司被迫去追求成長啊，所以大家都在狂開店哦。他如果沒狂開新品牌，這些人IPO 以後都會狂開店哦，展店的數字都很漂亮，可是怎樣？單店的營收都在掉，那品質也在掉，口碑也在掉。營收的數字總體營收是在長大了，但是其實體質已經慢慢就不行了，這樣。所以這也提醒我們說，不管你有資金壓力是來自投資人銀行還是合夥人，都不要讓別人在那邊，你把你本業做好。如果你做餐飲，你心裡裝着應該就是我就是來服務那些肚子餓的客人嘛，而不是說那些欲求不滿的股東。我真的認為會是這個樣子。那警惕3，代理不是萬靈丹逐漸現在的新策略叫代理海外品牌，這是一個相对安全的市場，因為它已經在其他市场驗證過嘛。我隨便講日本的牌子好了，日本也有逐漸啊，這種創業的人啊。他創了20個牌子，燒掉可能5億日幣，然後存活下2個牌子，你把它代理進來，是不是你少走超多彎路，是嗎？所以說這是一個相對安全的選項，來降低試錯成本的然後他可以用自己的會員跟門市來經營嘛，跟供應鏈加速落地，這聽起來很好，對不對？別人都幫我踩過坑了我就負責落地跟執行就好很理想啊。但代理模式有2個隱藏的風險，第一個是命脈在別人手上，品牌方是可以收回代理權的或是把市場養熟以後，他就把你踢掉他就自己來台灣壓一個辦公室，這有多難？就來台灣壓一個辦公室，我會拜訪過很多那個商務中心，也可以有一堆代理原廠的他同時好幾個牌子在台灣有一點點成績，他們就要壓辦公室了，然後就跟你解除代理這種事情到今天都還在發生。再來是代理品牌的本地化營運能力，這才是真正的護城河，但它很難複製。就對中小企業來說，代理一個成熟品牌真的是比從零開始創業要安全非常的多。但是你要確保你的價值就不只是你能夠賺錢把貨賣掉把服務做掉這樣，而是這個原廠他如果離開你，他台灣市場他滾不下去，你知道，這才是真的代理商的議價權。這邊又是另一題了。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先講到這邊，那也希望逐漸可以在經過調整以後再創佳績。也歡迎你底下留言分享，你有沒有吃過逐漸？那你感覺怎麼樣？你的留言我是都會看。然後我這個頻道有開通 YouTube 頻道會員的功能，請你直接刷信用卡支持我，讓我可以投入更多的錢與時間，把節目做得更好，把商業世界中人家做生意的成功之術、失敗之術，我都拆解給你看。失敗我們就避坑，成功我們就模仿。電商通靈城幫你做功課系列，值得你加入頻道會員。祝你生意興隆，祝你開車在外都剛好找得到停車位。講八卦講八卦時間八卦时間就這些細細碎碎的八卦就很不適合整合在前面那個本體裡面去講，說我都把它放在八卦那個逐漸的老闆那個靠卜卦你知道嗎？卜卦就是算命，這個八卦在餐飲圈說蠻有名的，就逐漸的董事長對易經非常的有研究那甚至人家說他很迷信，但是他的米卦曾經救他一命。米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米吧，反正逐漸火鍋店他很多米嘛，他就來卜卦，說什麼以前這個中國的京東劉强東京東集團有邀請逐漸去北京直接開一個超大的店，
幾百坪的那種。當時董事長就自己幫自己補了一個米掛哦，顯示不吉，就是吉利的吉哦，不吉。那後來他決定不去，結果啊，沒過多久，新冠肺炎就爆發哦，他們好險哦。所以這個董事長對意境的研究還真的蠻厲害的，但是顯然他沒有算到現在的這個情況，或是他已經早就算出這個情況啊，這個就是陣痛期而已哦。那再講一下，竹間集團有個牌子叫 Solo Smile 哦，它不是寫 Smile， 它是寫日文的，那個我也不會念，反正你要找你就找 Solo Smile， 在高雄有，岡山也有啦哦。高雄的話，我都去北高雄的那一間明誠路上的，很好它真的很好就個人燒肉這樣。它好在哪裡？它好在說，它開到凌晨4點，哇，水啦，開到凌晨4點這個夜貓經濟現在也越來越多人他又可以吃得到單身。也不是說單身啊，就我自己一個人去吃的這個族群，然後又開到凌晨4點，你知道開到凌晨4點這個對我的幫助有多大嗎？其實我熬夜沒熬那麼晚啊，只是我每次忙完影片的時候，那舉頭一看，餐廳大概都關門了，連我喜歡的廣噪音都關了，所以我真的是偶爾我就會跑去明誠路上的Solo Smile去吃就我覺得很好啊，你一個人去也不會怎樣啊，因為你一走進那店，大家都一個人你就沒有壓力然後在南高雄也有一間在台旅那邊台旅那間也很不錯它開到3點，凌晨3點，然後它有那個沙拉吧吃到飽，我覺得很好我覺得非常的好，就是可以補充那個，反正大家都外食嘛吃菜比較少，你就去那邊然後狂吃，一直吃菜一直吃菜，它的飯也非常的，反正就是加蔥嘛，然後再加一個半熟蛋這樣，好香，我還會真的就故意餓幾餐不去吃然後讓肚子是餓的狀態，我才跑去吃燒肉什麼，就超棒。下一個八卦是餐飲行業一直流行的一句話，叫做廚師越少，上市越早，有聽過嗎？廚師越少，就你廚的人數越少越好，那你距離上市就越來越近廚師越少，上市越早，這東西是這樣。我們就看2家公司就好了。來，第一個海底撈，世界各國大概都有海底撈它有廚師嗎？海底撈有所謂的廚師嗎？如果有，也不會在門店嘛。海底撈有變臉的師傅啦但是他不是廚師嘛。你看，他就沒有廚師。那我們再看另一個叫做日本的壽司之神小野二郎，全部都綁在他一個人身上。那他要怎麼上市？他沒辦法上市啦。所以說，你再想想這句話，餐飲界的這句話叫做廚師越少上市越早。就是這樣啊為什麼是火鍋最容易上市？最容易你去比這些餐飲集團火鍋因為即使是牛排牛排都還要有廚師去顧，對不對？顧那個幾分熟，弄來弄去。但火鍋不用，火鍋就是你自己就是廚師，對不对？菜還要自己煮。這種火鍋店在以前這個時代剛推出來，沒有火鍋店的時候剛推出來，它一定是被罵爆。為什麼我去吃餐廳我還要自己煮？反正就這樣。可是事實也證明就是讓你自己煮，它可以只用工讀生只用非廚師的能力，那一樣可以完成服務，反正你就煮嘛，就這樣。廚師越少，上市越早，然後它可以讓一堆東西全部都 SOP 化。你看那個壽司之神小野二郎他今天要上市，他一天你要捏出5萬個壽司，你捏給我看，他幾歲了？捏掛了，就沒辦法上市啊。但是火鍋店對不對？假設現在全球總共開了200家，全球範圍內200家，你基本也不太用管，反正就是這些東西。然後中央工廠把菜都洗好，都切好然後都裝袋，然後送進去。在火鍋店、百貨公司現場那是怎樣？就袋子撕開來給顧客就這樣子就可以了。現在的火鍋店經營我說在百貨商場裡的，已經不會在那邊後廚，還在那邊洗菜切菜在那邊切豬肉都不會了，都是中央工廠做好配送過來的。有些肉會現切啦，像那12鍋嘛，故意用透明切給你看這樣。反正就餐飲嘛，餐飲是多麼依賴廚師的行業但是怎麼樣？但是它只要你有辦法經營出一個餐飲是去廚師化的那你就很可以 SOP， 你可以很 SOP 的情況之下那你就可以快速部署、快速展店。所以竹間火鍋它做到上市很難得，但不意外，因為它是火鍋這個品項。如果今天是一個熱炒店要做上市，哇，不好意思，那個熱炒師傅今天請假，那就不行了，如果丟 V 那人家就跑掉。所以餐飲就是這樣那再來講一個做功課過程中看到一個東西叫修肉修理的修，肉就火鍋肉的肉，修肉修肉是什麼東西？修肉是這樣就是說餐飲業的邊角再利用，
我覺得蠻特別哦，來分享一下，就是說現在火鍋店它切出來的肉，是不是看起來都很漂亮，都很大片，然後形狀都蠻規整的？那有可能嗎？牛或豬有可能長出那麼漂亮的肉嗎？圓圓的，那一定是切的嘛。哦，那切下來是不是有邊角料的問題？那邊角料怎麼辦？丟了哦。我跟你講，以前還真的就是這樣丟了。然後於是修肉這種東西就出現了哦。修肉就是說我端給火鍋店客人是漂漂亮亮的肉，可是我會有很多邊角料。那個邊角料當初也是一整塊牛肉也是花錢買來的，我這個邊角料能不能再利用？如果能夠再利用的話，那就減少浪費是一回事，我甚至還可以做到提高營收。好，常見的做法，我直接舉例，乾杯集團，乾杯你吃過吧？哦，還有什麼老乾杯？乾杯是目前台灣在利用邊角料的模範生。我講邊角料，你好像覺得說什麼東西給我吃垃圾？不是，他們的邊角料利用率非常的高，而且也非常的厲害。好，他們有大量修下來的肉哦，他們開發了什麼？乾杯經典和牛咖喱，帥吧？想想很合理。就好像我去吃乾杯，為什麼他那麼捨得用料，居然用到和牛去做咖喱？那咖喱你現場去咬哈，繞跑也行這樣。我想哦，這麼捨得沒有啊？那就邊角料啊。好，那這個乾杯和牛咖喱你有沒有吃過？哦，那就是修下來的碎和牛，他要端給客人去烤的。哦，那個和牛因為修得很漂亮啊，它的邊角料就可以拿去做這個啊。然後這款咖喱非常的成功，不止店裡有在賣哦，那它還開發成常溫調理包，在超市跟線上商城去賣。那你看，原本是廢料的東西哦，那透過它的一些加工以後，就資源回收再利用。它商業上的價值是什麼？它商業上的價值是說，假設我買一大塊牛肉哦，是3000塊好了哦，那原本哦這些邊角料削一削以後，大概有600塊是要丟掉了，所以我原本是會減600的錢哦，負600，但是我弄一弄成和牛咖喱安諾都安諾哦，我就要賣掉以後，我扣除我的加工包裝成本那些東西哦，我都扣掉了以後，我是賺錢的哦，賺了1200塊，我估一倍應該不過分嘛。所以你看，原本是負600，然後調整完以後是加1200。你看這中間一來一回就是差距1800哦，修肉真的很厲害。還有其他的案例哦，樂軒和牛專門店，他開發的那個邊角料不一樣哦，他是說和牛炒飯，合理，因為炒飯都是碎肉嘛哦，合理哦，那就和牛弄下來邊角料做個和牛炒，我也要吃，聽起來就很厲害。還有和牛漢堡排哦，這個很合理，反正就是絞肉嘛，碎肉碎在裡面哦，和牛漢堡。他們甚至在百貨專櫃有開那個和牛漢堡，然後他孫東寶也是啊，孫東寶說拿去做那個就店裡的湯，他的羅宋湯這樣啊，就牛味滿滿啊，那個也是就是修下來的一些牛肉的邊角料哦，這是餐飲業的修肉的這個東西，很有趣哦。然後再來哦，下一個八卦是我自己的看法哦，就是我認為餐飲是一門什麼樣的生意哦，就8個字，來，第一個叫利潤有限。哦，風險無限，利潤有限，風險無限。這我說明一下哦，利潤有限就是你做的是餐飲的，你是賣食品的，你不是賣藥品的，你不是賣毒品的，所以你的利潤就是綁定就在那裡嘛。哦，利潤有限，可是風險是無限的，你知道嗎？哦，這個無限怎麼樣？我解釋給你聽。我們直接看案例。我跟你講，這都非戰之罪。這個就是衰，人家說衰哦，衰起來就變風險無限，然後就在你身上，就在你頭上，炸開就這樣爆開了。2025年上海海底撈撒尿事件，這個你有印象嗎？就說2025年的2月份，去年而已哦，上海海底撈外灘店有2名17歲屁孩在用餐時，哦，趁店員不注意，他爬到餐桌去，而且對着海底撈經典的4宮格火鍋，海底撈4宮格嘛，我們吃過4宮格火鍋給他尿下去，然後還拍起來，反正就是屁孩在鬧，你知道？哦，然後就這樣上傳網絡炫耀，好。請問這關海底撈什麼事啊？這就是沒水準的客人讓他弄，可是全網都在罵海底撈啊！這個我也才去吃過那些店，所以我知道是尿尿火鍋哦，就變成這樣哦。好，後來海底撈怎麼樣？海底撈也很猛哦，他針對2025年2月24號哦到3月8號期間，你看這幾天，24號到3月8號期間，在該店消費的顧客共4109單哦，提出以下補償，全額退費。直接退還哦，然後再10倍現金補償，我靠，
吃尿好像也不會死吧，對不對？所以我來一口，我有10倍，好像還可以嘛，對不對？好，那我2口可不可以給我20倍？退款方式原路退回，反正他們都是用什麼微信、支付寶嘛，原路給他退回去。然後無法原路退回的部分，他就主動聯繫，想辦法賠給你錢就對了。然後他店內所有的鍋具、餐具全部銷毀，換為全新的設備，包含後廚然後深度消毒，整間店就一段時間不營業，深度清潔與消毒。不是啊，這個尿尿破壞力是沒有那麼大才對。但是你看，一個企業要挽救這個形象，這個新聞恐怖之處在哪？至今那2個屁孩到底是什麼名字也不知道可是大家都在罵海底撈就直接你看我那個新聞標題叫做海底撈撒尿事件，請問關海底撈屁事？這就是我說的利潤有限、風險幾乎無限的部分。然後後來有去告那個屁孩啦，屁孩這樣子賠一賠，好像賠了200多萬人民幣然後他自己的損失賠起來，反正海底撈因為這個人家亂尿尿，他的損失大概在新台幣賠的錢4500萬到9000萬不等。請問這關海底撈什麼事？那個屁孩說尿就尿了請問關海底撈什麼事？可是你看那個中國叫熱搜我們的話就是脆上大家都在討論他們叫熱搜，都叫海底撈撒尿，是關他什麼事？我們再看案例2這是2021年在中國鄭州的知名火鍋店品牌叫小央府，春眠不覺曉的小插秧的秧，府就那個天府之國的府。小央府火鍋菸蒂事件，剛剛是撒尿事件，這是菸蒂事件。這事情經過是這樣，就是有位客人這是連鎖的，在火鍋店用餐，他吃到一半從鍋子裡撈出一根已經被煮爛的菸蒂，幹，你說惡不惡心？我自己看，我覺得我想象的畫面我都不舒服。菸蒂，這位客人就拍桌大罵然後就有糾紛就對了，然後記者也來了。那個新聞報道直接寫說，知名火鍋衛生淪喪，鍋底有菸蒂。好，這一家店在當地是營業的模範生它的廚房甚至有透明的玻璃給大家看我做，而且老闆堅持全體員工禁菸，休息區都沒有菸味，所以老闆堅信這不可能是我的問題，但是輿論已經炸開了那網友都很不留情面，網友都直接在那邊罵說這間火鍋店把這個客人當作煙灰缸之類的。結果這個老闆為了自清他就連夜調了店內的監視器，然後他很有先見之明，他調監視器然後是怎麼樣？他的監視器早就裝 4K 畫質的，這2021年 4K 的監視器一定不便宜，然後還有那個錄音功能，反正就聽得到聲音然後發現什麼很屌就說這位客人他在吃火鍋嘛，然後跟朋友聊天在那邊吹牛逼的時候，在那邊講，他右手插在口袋裡然後這樣子舉起來，順便跟那個反正就是做動作就對，手揮過去，結果他的那個裡頭有他之前抽菸的菸蒂，就這樣不小心被夾帶出來，然後他繼續吹他牛逼，然後這個菸蒂就剛好就這樣拋進去，然後大家也沒發現，就這樣，所以他自己抽菸還有這種事情那也有人說他是故意的，就要碰瓷等等，碰瓷就是中國的說法，就是要詐術了，他詐騙你的錢就這樣。請問這關這個火鍋店什麼事？你就遇到這種客人了，你能怎麼辦？這個東西是這樣，就是大家要罵是罵這家火鍋店一樣這個客人至今他的姓名通通都不知道，這個風險真是很誇張，風險真是无限的。還有案例3，就是髒亂的外送箱這個在台灣我剛剛都在講店內發生，對不對？這個還有店外發生的呢反正就是有一個消費者在外送平台上點了高級燉飯說一個要400-500塊餐點送到的時候，他說看到那個餐盒的外緣就邊邊不是內容物，外緣有小強在爬，當然就是直接爆料公社見了就這樣，那這個就被炎上了正是爆料公社，然後痛批這家高價位的餐廳衛生環境怎麼那麼惡劣。那店家的處境是什麼樣？他在百貨裡面每個月都有專業除蟲公司來噴藥，廚房非常的乾淨。那老闆也覺得很納悶，可是你說你送出去的餐有蟑螂這件事情能不能理解？好像也能理解，对不對？你做餐飲你就是有這個風險。最後發現什麼？就是那個外送員的鍋，那個外送員的保溫箱，就後面的箱子半年沒清理了，裡面湯湯水水的，什麼掐的或什麼的。然後這個也不會洗他就沒去洗，沒人洗，就是說他可能晚上回家休息就給他停樓下蟑螂就跑進去了，然後他又繼續用那個箱子來外送就變成這樣。好，新聞報道寫什麼？
某某名店餐盒驚見蟑螂，誰想得到是外送員的鍋？好，那即使是後來查出來就是這個外送員的鍋，新聞報道會給他同樣的版面來讓他澄清嗎？不會啊，新聞不甩他，就是覺得這是你的鍋啊，就是這樣啊。所以你看啊，我就好好做我的生意哦，然後就外送員的這個保溫箱沒洗，關我屁事。然後結果燒一燒，燒到我去被爆料公司了，然後被大家公審，我自己還很緊張，因為我就是做餐飲的，有蟑螂好像也是蠻合理的，對不對？非戰之罪哦，還有嘞哦，這個深圳海底撈衛生棉事件，反正就是又是海底撈，海底撈哈、哦、遇到這種來詐騙的客人會特別的多，為什麼？因為他有錢，對不對？哦，所以大家就想訛他。然後就反正你有什麼反應，然後海底撈服務到底嘛，就是這樣。好，煮衛生棉啊，林老師想到覺得很噁心，非常的噁心哦。煮衛生棉啊，這個說是故意的。好，請問這關海底撈什麼事？所以人比鬼可怕，海底撈鬧鬼哦，還不會賠那麼多錢，鬧鬼算了，人真的是比鬼可怕。餐飲在我看來根本是高風險行業，入行要很謹慎，很謹慎。敢開餐飲的老闆哦，真的是我敬你一杯，真的是。太硬了，你真的太勇了。那築間哦，現在我扯回來哦，就築間火鍋，築間現在短期內哦，看到經營上有些狀況沒有錯哦，可是我不會笑他，然後你也不要笑他，這是我們自己本地的企業呢，還能跑到香港去開店，你看這有多難，我們要支持他才對。這是好不容易有一個出海的機會，結果我看那個我們網友是各種罵，就沒有在挺他一把的感覺，這是我們自己的本地的事業呢。然後如今有機會這樣跨出去，然後自己人還不挺，還在那一直罵築間，罵個屁！不是這樣，我們要出海耶，這有多難啊？超級難的耶！我真的是希望有朝一日哈，我們的品牌可以在國外這樣大放異彩哦，大放異彩去賺外國人的錢，而不是說我們都一直在島內互打、往內互打，我們打來打去。所以支持築間啊，它畢竟是我們本地的企業，啊，你不支持它，你要支持誰？你支持那個他代理進來的品牌，錢就變成別的國家的外匯存底，他不會留在台灣繼續去投資台灣，不會啊，賺完錢就走了啊，就是這樣。所以我還是會支持築間，我支持他的方式就是，我現在錄完，我等一下馬上就去吃。